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真的让我感慨万千，这是一对跨越了海峡两岸的恋人，他们的爱情故事让我深受触动，也希望能给各位正在寻找真爱的朋友一些启示。林小雨是我老家杭州一位富商的女儿，家里做外贸生意发了大财，住别墅，开豪车，那叫一个养尊处优啊。小雨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里，含着金汤匙长大的，但人家一点千金小姐的架子都没有，反而特别脚踏实地。大学毕业后，坚持自己创业，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。而她的男朋友陈志明是地地道道的台湾男生，台北人，在一家知名科技公司做软件工程师，是公司的技术骨干。这么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台湾男生，怎么就跟我们的千金小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呢？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。小雨因为工作室业务拓展，参加了一个在上海举办的跨境电商展会。当时正好台湾有不少科技公司也来参展，志明就是其中一位代表。两人在展会上不经意间相识，因为业务上有合作的可能性，就留了联系方式。你们大陆的商业展会办得真气派啊，比我们台湾的规模大多了。第一次见面，志明就对小雨说。小雨笑着回答，那是，咱们大陆市场大吗？欢迎你们多来交流合作。就这样，因为工作上的往来，两人慢慢熟悉起来。志明经常会因为项目来大陆出差，每次来都会约小雨吃饭聊天。小雨发现，这个台湾男生跟他接触过的大陆男生真的很不一样，温柔细心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而且特别会照顾人。志明，你们台湾男生都像你这样温柔体贴吗？有一次，小雨忍不住问道。志明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哪有啦，我只是觉得对女生要尊重一点，这是我妈妈从小教育我的。这种简单的相处方式让小雨感到特别舒服。她以前交往过的男生，不是过于强势，就是过于花心，从来没有一个像志明这样，既有主见又尊重她的。慢慢的，两人从工作伙伴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志明会给小雨分享台湾的生活趣事，小雨则会向志明介绍大陆最新的商业动态。通过交流，小雨发现自己对台湾的认识原来有很多误区。我一直以为台湾经济不行，大家生活水平不高呢。小雨有一次坦白道，这个误解真的很深啊。志明笑着解释，虽然我们台湾地方小，但是人均 GDP 挺高的，生活品质其实很不错。我们特别注重生活的品质和内涵，可能不像你们大陆这么拼，但我们追求的是平衡与幸福感。通过志明的讲述，小雨了解到台湾社会发展的另一面。虽然没有大陆城市那样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，但有着完善的社会福利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。虽然经济体量不及大陆，但在科技、创意产业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。虽然生活节奏不如大陆快，但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心灵满足。1年的友谊让两人彼此了解得越来越深。终于在一个浪漫的夜晚，志明向小雨表白了。小雨，我喜欢你。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，但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很合拍。我想认真的和你交往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志明认真地看着小雨的眼睛。小雨其实早就对志明有好感，但他担心的是两人的未来。志明，我也喜欢你，但是我们隔着一个海峡，你在台湾有工作，我在大陆有事业，我们以后要怎么相处呢？距离不是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，我可以考虑来大陆发展，或者帮你在台湾开拓市场。志明显然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跨海峡恋爱。每个月，志明都会飞来大陆见小雨几天，有时候小雨也会去台湾体验当地的生活。两人感情越来越深，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两边家庭的阻力。小雨的父母得知女儿谈了一个台湾男友后，第一反应就是强烈反对。什么台湾男生，那边经济条件能好到哪去？你找个大陆的企业家不好吗？小雨的父亲气呼呼地说。母亲则更加直接，听说台湾男人都很大男子主义，结了婚就指望女方照顾家庭，你这么有事业心，跟他怎么合得来？而且隔着海峡那么远，你们以后怎么生活啊？
小雨试图解释，爸妈，你们对台湾的了解还停留在很久以前，现在台湾社会很发达的，志明在大公司工作，收入也很稳定，而且他一点都不大男子主义，反而特别尊重女性，体贴入微，但父母依然坚持己见，认为女儿是被花言巧语迷惑了，他们甚至暗示志明可能是看上了他们家的财产，别傻了，人家打听清楚我们家的背景才接近你的，这种事我们见多了。父亲冷哼一声，小雨气得直跺脚，爸，你这思想也太落后了吧。志明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是后来相处久了才了解的。他自己工作能力很强，从来没跟我提过钱的事。另一边，志明在告诉家人他交了个大陆女友后，也遭遇了类似的质疑。大陆女生，他是不是冲着移民台湾来的？志明的母亲一脸怀疑，妈，您这偏见也太深了吧。小雨家在大陆条件很好，他自己也有事业，根本不需要通过婚姻来提高生活水平。志明无奈地解释，那你们文化差异那么大，价值观能合得来吗？大陆女生不是都很势利现实吗？母亲继续追问，志明哭笑不得，妈，您这是从哪些狗血电视剧里得来的印象啊？小雨特别独立自主，也很有上进心，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。尽管两人极力向家人解释，但来自两边的阻力依然很大。小雨也一度怀疑这段感情是否值得继续，她担心志明只是玩玩而已，也怕自己嫁到台湾后会被欺负，毕竟文化差异确实存在。志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不是玩玩而已吧？有一次视频通话时，小雨忍不住问道。志明看着屏幕，表情十分认真。小雨，如果只是玩玩，我不会让你认识我的家人和朋友，也不会一次次飞过海峡来见你。我是真心想和你共度一生的。这份坚定打消了小雨的一些疑虑，但文化差异的问题依然存在。两人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。志明发现小雨虽然家境优越，但为人处事一点都不娇气，反而很独立自主。小雨则发现，志明虽然来自台湾，但并不像传说中的台湾男生那样大男子主义，反而特别尊重女性的事业追求。两人为了消除家人的误解，决定安排双方父母见面。志明专程带着父母飞到杭州拜访小雨家。这次见面，气氛一开始非常尴尬，双方父母都带着防备心理，说话小心翼翼。志明啊，听说你在科技公司上班，月收入多少？有房有车吗？小雨的父亲开门见山，志明如实回答，叔叔好，我在台北一家软件公司做技术主管，月薪折合人民币大概2万5左右，有一套小公寓，面积不大，但够住，车子还没买，平时搭捷运上下班很方便。2万5，小雨父亲皱眉，在台北生活够用吗？志明的父亲听出了弦外之音，立刻接话，我们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生活质量还是有保障的。志明工作稳定，公司前景也不错，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。小雨母亲则关心另一个问题，你们台湾男生是不是都要求女方嫁过去后就在家相夫教子啊？我们小雨从小独立惯了，有自己的事业追求。志明母亲笑着回应，哪有这种事，现在台湾女性都很独立的，很多家庭都是夫妻共同打拼，我们也很支持小雨继续发展她的事业。看着小雨真诚的眼神，志明父母的态度明显软化了，特别是当小雨表示，无论是在大陆发展还是去台湾生活，他都会尊重志明和家人的意见，并愿意为这段感情做出努力时，志明母亲感动得红了眼眶。好孩子，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志明。说实话，我们一开始是有顾虑的，担心你们因为地域差异而不合适，但现在见了你，我们放心多了。这次见面后，志明父母对这段恋情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，甚至开始在亲友面前夸赞未来儿媳妇的美丽贤惠。但小雨父母那边阻力依然很大，他们虽然承认志明是个不错的年轻人，但仍然担心女儿远嫁台湾后会受委屈。小雨，不是爸妈反对你的幸福，只是担心你啊，你从小娇生惯养，去了台湾生活水平肯定会下降，万一适应不了怎么办？母亲忧心忡忡。妈，我又不是非要享受奢华生活才能幸福，志明人好，对我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啊。小雨据理力争，
父亲则从实际角度分析，你们两地分居，事业怎么办？你的设计工作室好不容易有了起色，难道就这么放弃？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小雨和志明达成了共识，先维持2年的异地恋，如果感情依然稳定，再考虑结婚和定居问题。在这期间，志明会积极寻找在大陆发展的机会，小雨也会探索把业务拓展到台湾的可能性。就这样，两人的爱情故事在质疑声中继续前行。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真爱是可以跨越地域、文化和家庭背景的阻碍的。2年的异地恋并不容易，但志明和小雨的感情不仅没有淡化，反而更加深厚。志明终于在一家跨国科技公司找到了可以经常往返两岸的工作，而小雨的设计工作室也在台湾设立了分部。看到子女如此用心经营这段感情，双方父母的态度也逐渐软化。在交往3周年纪念日那天，志明正式向小雨求婚，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两人决定先在杭州举办婚礼，然后在台北补办一场，以尊重双方的家庭传统。随着婚期临近，各种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然而，就在婚礼前1个月，一场意料之外的家庭聚会再次让两人的爱情受到了考验。婚礼前1个月，小雨的父母特意在杭州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，邀请志明一家人共同商讨婚礼细节。本该是喜气洋洋的场合，却因为一个小插曲变得气氛微妙。当服务员端上一道名贵的鲍鱼料理时，志明的父亲随口问了句：“这道菜多少钱一份啊？看起来很高级。”小雨父亲笑着回答：“不贵不贵，也就2、3千一份而已。”这个数字让志明一家人瞬间沉默了。在台湾，2、3千新台币已经可以全家吃一顿不错的晚餐了，而这里却是人民币，还只是一道菜，差距一下子摆在了眼前。饭桌上的氛围突然变得有些尴尬，志明的母亲放下筷子，眼神里透露出一丝担忧。小雨啊，我们家条件比不上你家，以后你嫁给志明，怕是要受委屈了。小雨赶紧说，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和志明在一起，看重的是彼此的人品和感情，不是家庭条件。志明母亲摇摇头，话是这么说，但生活习惯真的很难改变啊。你从小锦衣玉食，住大房子，出入都是豪车，到了台湾可就没这么舒服了。我们家虽然不算穷，但跟你们家比起来，差距太大了。小雨父亲听到这话，脸色也变了。是啊，我也担心这个问题。小雨从小娇生惯养，连厨房都没进过几次，到了台湾能适应吗？眼看气氛越来越不对劲，志明站了出来，叔叔阿姨，爸妈，我和小雨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。我们计划先在大陆工作几年，等我事业更稳定了，再考虑去台湾定居。房子的话，我们打算自己买，不依靠父母。小雨也点头附和，是的，我们不想让家庭条件的差距成为我们之间的问题。我已经做好了调整生活方式的准备，志明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。我相信我们能找到平衡点。这番话虽然暂时缓解了尴尬，但晚宴结束后，两边父母还是各自找了自己的孩子谈心。小雨的父亲直截了当地说，女儿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我了解了一下志明家的情况，他们家在台北的房子只有70多平米，你去了肯定不习惯，而且他的收入在台北也就是中等水平，以后你的生活质量肯定会下降。小雨有些生气，爸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在乎这些。再说了，我和志明又不是没有奋斗能力，以后的日子是我们自己过，不用你们操心。另一边，志明的母亲也在劝儿子，儿子啊，你确定小雨能适应我们的生活吗？大陆女生普遍比较现实，她习惯了富裕生活，万一将来发现日子不如意，后悔了怎么办？志明坚定地回答，妈，您对大陆女生的看法有偏见，小雨不是那种拜金的女生，她很独立自主，也很上进。这2年我们异地恋，她从来没有因为物质条件而抱怨过什么。尽管如此，两边父母的担忧并没有完全消除。婚礼筹备过程中，关于彩礼、婚房、婚礼规模等问题，双方家庭也出现了不少分歧。小雨父母认为，作为女方家庭，理应风光大办，毕竟这是他们唯一的女儿。而志明父母则担心太过铺张会让亲友觉得他们家攀高枝，感到压力。
眼看婚礼筹备陷入僵局，志明和小雨决定暂停所有安排，先带两边父母一起出去旅行几天，增进彼此了解。他们选择了厦门作为目的地，这座城市与台湾一衣带水，文化相近，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。正如两人的爱情一样，求同存异，相互包容。旅行的第3天，志明特意安排了一次家庭晚宴。地点选在了一家历史悠久的闽南菜馆，装修古朴典雅，既不奢华也不寒酸，恰到好处地避免了攀比心理。饭桌上，志明举起酒杯，真诚地对两位父亲说：“爸、叔叔，感谢你们一路走来对我们的支持。虽然中间有过质疑和担忧，但我知道这都是出于对子女的爱。今天，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再次表明，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去爱小雨，照顾她，让她幸福。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，我都会尊重她的选择，支持她的事业。也请你们相信我们有能力经营好自己的生活。”这番肺腑之言让两位父亲都微微点头。饭桌上的氛围逐渐缓和，大家开始聊起各自的家乡特色、生活习惯，甚至发现两地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就在气氛正好的时候，志明的母亲忽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：“小雨啊，其实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。志明是我们的独生子，按照台湾的传统，儿媳妇嫁过来后是要和婆婆一起生活的。但我知道你在大陆有自己的事业，也习惯了自己的生活空间，所以我和他爸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以后你们结婚了，我们不和你们住一起。我们在台北另外有一套小房子，离志明的公寓不远，有事随时可以照应，但不会干涉你们小两口的生活。”这番话一出，小雨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眼泪不自觉地涌了出来。“阿姨，您真的愿意为我们这么做吗？”志明母亲点点头，语气温柔却坚定。“当然了，我们虽然是传统家庭，但也懂得尊重年轻人的选择。志明很爱你，我们能看得出来。作为父母，最重要的是孩子幸福，而不是固守那些可能会阻碍幸福的传统。”说着，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红包，递给小雨：“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，不多，2万块钱台币。按照台湾习俗，这是见面礼，代表我们正式接纳你成为家里的一份子。”小雨接过红包，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这不仅仅是一份礼物，更是一份认可和尊重。在那一刻，所有的担忧和顾虑都烟消云散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小雨的父母也被深深触动了。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一直担心女儿会受委屈，结果对方家长却先伸出了橄榄枝，展现出了如此的宽容和理解。小雨父亲站起身来，郑重地向志明父母鞠了一躬：“谢谢你们对我女儿的关心和照顾。我们之前确实有些偏见，担心文化差异会影响孩子们的幸福。但今天我真切地感受到，真正的爱和包容是可以跨越任何障碍的。”这次真诚的交流打破了两家人之间最后的隔阂。婚礼筹备重新启动，双方家庭也达成了共识。婚礼不求豪华，但求温馨；彩礼从简，但礼数周全；住房由小两口自己决定，父母只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建议。3个月后，小雨和志明在杭州举办了一场简约而不失隆重的婚礼。来自台湾的亲友带来了满满的祝福，两岸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，产生了美丽的火花。婚礼上，志明的母亲主动挽起小雨的手，向宾客介绍：“这是我们志明的妻子，也是我们家的新成员。她聪明、独立、善良，是我们全家的骄傲。”而小雨的父母也在台上动情地说：“今天我们不是失去一个女儿，而是多了一个儿子。感谢志明家人的宽容和理解，让我们两家成为一家人。”婚礼结束后，小雨和志明没有立即定居台湾，而是按照原计划先在大陆生活了2年。在这期间，小雨的设计工作室业务拓展到了台湾，志明也成功的在上海分公司获得了晋升。2年后，当他们决定搬去台北生活时，小雨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。他学会了闽南语，熟悉了台湾的生活习惯，甚至还跟着志明母亲学做了几道地道的台湾菜。而让小雨感动的是，志明在台北购买的新房，虽然不如他在杭州的大，但却处处体现着对他的用心。书房里配备了专业的设计设备，厨房里摆放着他喜欢的烹饪工具，阳台上种满了他爱的花草。搬家那天，志明的父母带着满满一冰箱的食材来帮忙，
而小雨的父母也专程从杭州飞来，带来了女儿最喜欢的家乡特产。两家人忙前忙后，其乐融融，仿佛多年的老朋友一般。晚上，当所有人都离开后，小雨站在新家的阳台上，望着台北的夜景，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感激。志明从背后轻轻抱住她，怎么样，对我们的新家还满意吗？小雨靠在他肩上，笑着点头，很满意。这里有我爱的人，有支持我们的家人，还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我还能奢求什么呢？当初你父母那么反对，现在看到我们幸福的样子，应该放心了吧？志明轻声问道。是啊，他们前几天还在电话里说，没想到台湾女婿这么好，比他们认识的那些大陆女婿都体贴呢。小雨笑着回答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心中满是甜蜜。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经历了质疑和考验，最终收获了所有人的祝福和认可。5年后的今天，小雨和志明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他们的生活并不奢华，但充满了幸福和温馨。小雨的设计工作室在台湾越做越大，志明也成为了公司的技术总监。两边的父母经常往来于两岸之间，亲情和爱意在海峡两岸自由流动。现在，每当有朋友问起他们的爱情故事，小雨总会深情地说，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了志明，也感谢那些起初的阻力和质疑，正是他们让我们的爱情更加坚韧。最重要的是，感谢我的婆婆，是她的宽容和智慧，让我明白了爱情的真谛不在于门当户对，而在于相互尊重和包容。志明则会补充道，跨越海峡的爱情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，而是两个人能否跨越思维的障碍，真正理解和接纳对方的价值观。很幸运，我们做到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们有什么感想呢？在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，两岸青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，像小雨和志明这样的跨海峡爱情也越来越多。我想说的是，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，真爱可以跨越任何障碍。不管是大陆姑娘嫁到台湾，还是台湾小伙娶大陆女孩，最重要的是彼此理解，相互尊重，共同成长。文化差异不是问题，而是增添生活色彩的调味剂。家庭背景的不同也不是阻碍，而是拓展视野的机会。在我多年的红娘经历中，见证了无数对情侣的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。我始终相信，当两个人真心相爱时，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。就像小雨和志明一样，只要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幸福的生活就在前方等着你们。最后，我想特别提醒那些正在恋爱中的朋友们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对于婚姻的稳定非常重要。如果遇到家人反对，不要急着对抗，而是耐心沟通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你们的爱情是值得祝福的。就像小雨和志明那样，用真诚和坚持，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请记得点赞关注我的账号丽姐说亲，每周都会有暖心的爱情故事和实用的婚恋建议分享给大家。咱们下期再见啦！